美国好心投资2万亿帮阿富汗发展，却不知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大坑。从2001年开始，美国对阿富汗全面入侵，而赶下台的阿富汗武装政权随即转入农村和山区，他们开始了和美军长达20年的游击战。为避免当地武装之间建立联系，势力扩张，美军于2006年在阿富汗北部建立多个前哨阵地，名义上为了保护当地老百姓不被塔利班武装残害，实则另有阴谋。随后，美军派出陆军第61特种装甲连驻扎哨所，这里完全被新都库什山脉包围，四面环山，站在山上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将美军哨所一览无余。很明显，这里易攻难守，堪称兵家坟地。自以为是的美军连长根本不当一回事，而塔利班为欢迎客人，每天会不定时送来一些金属克礼，队长也会让士兵拿出 M120迫击炮进行反击。但是随着爆炸声响起，塔利班的攻击却停止了。一名自以为是的士兵竟天真的以为塔利班就这点实力，殊不知这只是一个开始。这天，战术行动中心收到指挥部的命令，要他们将一辆军用卡车调回基地。由于前往基地的山路很崎岖，为确保万无一失，连长亲自运输。但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。车队在2辆悍马的保护下驶出哨所，行驶在陡峭的山路上，天黑路窄，稍有不慎就会摔得粉身碎骨。就在这时，几人发现异样，连长随即停车，但他却不知车辆的半条轮胎已经停在悬崖边上。停车后，2名队员下车查看，发现是一只死野鸡。就在2名士兵松口气时，身后突然传来声音，2人迅速向后方跑去。只见连长坐的那辆车连人带车摔下悬崖，车辆随即发生爆炸，车毁人亡。第一任连长就这样戏剧性的牺牲了。很快，指挥部又派来了新任连长尔威。塔利班为了欢迎这个新指挥官，每天都来哨所照顾他。有时大兵们正在打电话，子弹就不知不觉地袭来；有时洗澡洗到一半，就要拿起枪来打仗。塔利班似乎有什么大的阴谋，因为每次他们都是趁其不备的小补偷袭，打完一波立马就撤。美国大兵还没来得及穿军装，或者补给兵刚送来弹药，塔利班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这般无休止的偷袭，让驻扎的美军苦不堪言。连长尔威决定找当地有话语权的长老谈一谈。尔威明确告诉他们，美军是来保护村民的，只要他们放下武器，美国就会在这里修建公路、建立学校、商店等设施。最后，在连长的花言巧语下，长老勉强答应让村民上交武器。表面上这些约定看似达成，美军以为可以消停一段时间，但他们完全不知死亡依然在逼近。这是一场45名美国大兵对阵450名武装分子的战斗，同时也是真实发生美国人自虐的事件。2006年，美军在阿富汗设立多个前哨阵地，由于前哨地理位置四面环山，易攻难守，当地武装分子有着天然的攻击优势，大兵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袭击。单纯的连长本以为和当地的长老谈拢能够消停些时日。当天下午，连长带着队伍准备进山巡逻，由于这种巡逻是他们每天的任务，所以大兵们没提高警惕。当走到一处木桥时，连长决定2人一组通过。他和一名士兵打头阵，走在桥上的2人有说有笑，完全不知死亡正在逼近。就在他们走到木桥的中央时，一声爆炸瞬间将连长炸成了渣。第2任连长光荣牺牲，亲眼目睹队长被炸飞的新兵也因此患上了 PTSD 创伤后心理障碍。但这依然不影响上级继续派遣第3任连长，这次是一名看似作战经验丰富的黑哥。同时他带来了一个好消息，因为上级意识到机厅前哨设计的很不合理，决定3个月后将哨所关闭。但这个黑哥很怂，知道马上就要撤离，便不想招惹是非，命令士兵们不能和塔利班发生冲突，每个人要对他们做到骂不还口，打不还手，甚至每天限制出门，除了大号，其他时间都必须待在作战室。可即便如此，该来的还是会来。这时村民们推着一具尸体来到美军阵地，并告诉他们这是被美军打死的，问他们要精神损失费。可是尸体明显的腐烂程度，起码死了3天以上。而黑哥连长为了息事宁人，对方要500连长就给多少。这种认怂保平安的做法，让一旁的新兵都看不下去，士兵们纷纷对他产生极度不满。上级得知后免除了黑哥的职务，并让中尉索尔暂时担任哨所的指挥官。而原本打算3个月后撤离的部队，却因为阿富汗大选再次推迟1个月。得知此消息的索尔下令，让士兵们严守撤退的时间，绝不能让塔利班知道他们撤退具体时间。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而且阵地里有将近1半是当地民兵武装。没过多久，塔利班知道了美军撤退的时间，一场恶战正在悄然逼近。直到10月3日上午5点，翻译官急匆匆跑进基地，告诉美军附近村民都已撤离，大批当地武装准备进攻基地。可是美军已经习惯他谎报军情，就在哨兵通过望远镜观察后，发现满山遍野的敌人向他们冲来。随着一声爆炸，战斗瞬间被打响。美军基地正在被当地武装袭击，2号悍马车上 M249老干妈奋力反击，下一秒被手拿阿卡的武装分子一枪爆头。受惊吓的他摸了摸自己的脑袋，幸好3级头救了他一命，而另一名士兵手持贝雷塔 92FS 手枪掩护，
门口士兵不幸中枪，战友一把扯开遮布，用 M240B 重机枪向敌方火力压制。这时，当地的民兵组织见敌人越来越多，他们开始纷纷逃窜。一旁愤怒的大兵问候着他们全家。另一名士兵端着 M240重机枪，还没弄好机枪弹夹就不幸中弹，导致弓弹结构受损无法使用。剩余士兵只能暂时躲进悍马车里。悍马装甲车采用了 F7 装甲防御能力，任何 RPG 轻重火力都拿他没办法。此时队长手持 M41卡宾枪，加装 L4倍镜朝山上武装分子开火，而另一名士兵身背 M13 64毫米反坦克火箭发射器，两人相互交叉射击。这时又一名士兵肩扛 M1365T 484毫米反坦克无后坐力火箭炮，刚准备好就被敌人的 RPG 直接炸飞。此时指挥部传来消息，由于总部天气原因，武装直升机阿帕奇3小时后才能起飞，而山上的塔利班眼看就要攻入美军的阵营。这时士兵架起 FN2400B 通用型机枪，以750发射速向敌人射出7.62乘51毫米子弹。而塔利班武装分子也不是吃素的，他们肩抗 RP740毫米火箭，朝美军发射一枚 P7毫米破甲弹，美军瞬间被炸飞。紧接着敌方狙击手打得他们根本不敢露头，战斗持续激烈。士兵见状随即架起 SVD 狙击枪，转至12点钟方向，用 POS14倍瞄准镜对准敌人，紧接着调整好呼吸，发射一枚7.62乘54毫米突圆弹，瞬间击毙远处敌人。与此同时，武装分子翻过铁丝网，两名士兵随即扔出 M16破片手的压制，其中3名武装分子已经摸进来，大摇大摆地从正门进来。士兵见状，手持 M4A1步枪快速点杀一人，队友使用 M20榴弹发射器解决剩余一人。由于敌方已经攻入基地，美军集合10几名志愿者组织反击，很快将冲入基地的武装分子干掉，而阵地前的武装分子也被破片守卫炸翻在地。经过一番激战，美军重新夺回基地控制，敌方再次蜂拥而上，士兵切换成 M203榴弹发射器，一枚榴弹射出，所产生的爆炸让他傻了眼，榴弹不可能有这么大威力。当战机从头顶飞过时，他才反应过来，原来是增援的2架阿帕奇赶来。64D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发射数枚9头蛇7式火箭弹，再加上230航空机炮配合扫射，塔利班的阵地炮火连天。紧接着美军的 B-1B 远程战略轰炸机向敌人投下美制 GBU-31型 JM 精确制导炸弹，最终将整个阵地摧毁。此次战斗结束，其中有12名美军士兵阵亡，20人不同程度受伤。这场战斗把美国人揍得惨不忍睹，同时也成为阿富汗最惨烈的战斗之一。经过战后调查，美军紧急关闭哨所，所有人员全部撤回。